1991年的非洲塞拉利昂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内战，叛军血洗无数的村落，10来岁的男孩会被抓走，经过洗脑和毒品的控制，变成冷血无情的儿童兵；年轻力壮的男人则被送到矿场，日夜不停地寻找钻石，为叛军不断输送战争资金。这一天，名叫所罗门的矿工突然摸到一块硕大的石头，拨开淤泥露出微微色瑕，是颗大约100克拉的极品粉钻。他意识到钻石价值连城，交给叛军只会害死更多同胞。可就在几天前，一名矿工试图私藏米粒大小的钻石，结果被监工发现，当场射杀。不知所措时，远处的水泵突然炸开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所罗门趁机用脚趾夹住钻石，再谎称拉肚子要去方便。他扯下破布包住钻石，打算挖坑暂时掩埋，可下一秒却被枪顶住脑袋。狡猾的监工发现钻石，所罗门也将难逃一死。危急时刻，不远处突然枪声四起，是政府军来抢夺矿场。监工被炮弹炸伤倒地，所罗门惊慌失措，找到一块空地疯狂挖坑。刚刚埋好钻石，他就被当作叛军抓走。在政府军的监狱里，被炸伤的监工活了下来，他当场朝所有人大喊，称所罗门藏了一块巨大粉钻，还怂恿囚犯们前去搜身。所罗门急了眼，脱光衣服大喊大叫，好不容易才糊弄过去。可他丝毫不知，监狱里有个白人盯上了他。白人名叫阿彻，是个丧心病狂的雇佣兵，专门用军火换取钻石，赚的都是杀人流血的钱。战火纷飞的非洲大地上，象牙、石油还有钻石是战争主要的资金来源。战区的一颗钻石流通出去，背后往往是数不清的人命。政府军也会经常打回去，夺回矿场自己开采钻石。一切的暴利都是为了暴利。阿彻先把黑钻走私到邻国，再找到中间商买通海关，证明黑钻是在本国开采，就能合法运输到下一站。黑钻在交易中心被分门别类，然后打包送往印度，跟合法的钻石混在一起。而这一整条黑色产业链都由伦敦的钻石公司掌控，他们会把钻石囤积起来，从而维持产品高昂的价格，再花重金大肆宣传洗脑，让俊男靓女们心甘情愿掏空钱包为爱情买单。钻石公司没有直接赞助战争，却为战争制造了有利环境。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，没人在乎非洲百姓的死活。阿彻经常假扮地理杂志记者，雇佣牧民赶着羊群穿越边境。可前几天遇到政府军检查，军官的经验极为丰富，很快发现羊被缝合的伤口。军官用匕首割开羊皮，果然找出一大把钻石。阿彻因走私罪锒铛入狱。听说所罗门藏了大钻石，阿彻迅速找关系保释出狱。他撬开嘴中的一颗假牙，道出他珍藏的钻石，找本地贩子换了一笔钱，很快也把所罗门救了出来。阿彻想方设法接近他，威逼利诱打探钻石的下落。所罗门知道阿彻不是好人，况且要找回失散的妻儿，这颗钻石是他唯一的筹码。就在两人纠缠之际，大批凶残的叛军杀进城区，阿彻和所罗门赶紧跑路，叛军一路对着老百姓扫射，整条街道眨眼间遍地尸横。惊慌的人群涌向政府军阵地，而政府军也不顾平民死活，为了打退叛军的进攻，竟然隔着人群直接开火。好在雇佣兵阿彻身经百战，他带所罗门穿过枪林弹雨，找到隐蔽处藏了起来。叛军人数众多，火力凶猛，政府军难以抵抗，死伤殆尽。尽管他们缴械投降，但最终还是被残忍处决。等到天黑，战火停息，阿彻两人趁着夜色，总算逃离这座人间炼狱。出城的大桥被叛军占领，阿彻伪装成所罗门的俘虏，出其不意，一枪一个。看到有叛军试图逃走，阿彻捡起步枪，几声枪响，叛军应声倒地。多年的经验告诉阿彻，打仗千万不要心慈手软。两人来到政府军保护的难民营，阿彻看出所罗门的心思，如果帮他找到失散的家人，也许就能拿到钻石的线索。可政府军不愿提供帮助，这让阿彻十分恼火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们偶遇英国记者麦迪。麦迪曾经采访过阿彻，一直想揭露黑钻产业链。阿彻用内幕黑料做回报，很快跟麦迪达成合作。麦迪从联合国的数据库查到所罗门的家人在几内亚，三人搭乘联合国的直升机来到几内亚最大的难民营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，简陋的营地里住着上百万人，还有难民源源不断徒步赶来。所罗门如愿找到了家人，却得知大儿子被叛军抓走，这让他的情绪一度崩溃，险些遭到士兵的射杀。想到儿子会被洗脑拿起武器，最终惨死在战场之上，所罗门愿意回战区寻找钻石，但阿彻必须帮他救出孩子。三人跟随新闻记者团，在政府军的护送下出发，可才进入战区不久，车队就遭到叛军的伏击，雨点般的子弹接踵而至，大部分记者还没下车，就惨死在叛军的乱枪之下。阿彻推走尸体来到副驾驶，油门到底想要突出重围，然而叛军的火力实在太猛，他不得已开车冲进树林。阿彻头脑清晰，临危不乱，三人成功躲开叛军的搜捕。他们在山里走了一天一夜，
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。举着枪矛的黑人虎视眈眈，得知他们是本地的游击队，麦迪上前主动示好，邀请游击队员一起拍照。游击队得知所罗门的遭遇，主动护送他们走出丛林，来到一处隐蔽的学校。校长心地善良，热情好客，他从战火中收留许多孤儿，帮助他们抚平心灵的创伤。看到孩子们无家可归，阿彻原本麻木的内心突然泛起一丝善良的涟漪。他9岁时目睹双亲惨死，成年后就一直在打仗，杀戮的生活让他变得冷血。没想到战火纷飞的土地上，竟还有校长这样的人存在。麦迪得知阿彻不幸的童年，两人的关系也开始亲近起来。第二天，校长开车送他们离开，途中遇到娃娃兵的检查，看到只是2个孩子，校长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可万万没想到。校长中弹，奄奄一息，阿彻只能放弃原来的计划，赶到雇佣兵基地寻求帮助。因为上一批货被搞砸，上校命令阿彻尽快拿到粉钻，但阿彻早就做好打算，他已经决定背叛上校，拿到钻石就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料定此行必定凶险万分。阿彻跟麦迪温情告别，他和所罗门甩开上校，穿过丛林重返战区。两人一路上跋山涉水，时不时还会遭到叛军袭击，但好在阿彻经验丰富，每次都能带所罗门化险为夷。沿途的村庄都被洗劫一空，只有少数几人幸免于难。两人一起闯过艰难险阻，渐渐结下难得的友谊。几天几夜的赶路，他们终于抵达了钻石矿区。叛军已经重新抢回地盘，阿彻只能联系上校，派出武装直升机火力支援。当天晚上下起瓢泼大雨，阿彻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所罗门不见了踪影。原来他听说会有轰炸，担心儿子在这里会被误伤，他假扮矿工一番寻找，果然看到儿子的身影。可儿子被严重洗脑，不仅不认识所罗门，还大喊大叫，导致所罗门被抓。阿彻看在眼里，却无能为力。所罗门没想到冤家路窄，被炸伤的监工也回到这里。监工拿儿子的命相要挟，要他马上挖出粉钻。就在这时，直升机的轰鸣声传来，数枚导弹砸向矿场，打得叛军们四散奔逃。所罗门抓住机会，飞身把监工扑进矿坑，积蓄的仇恨在这一刻爆发。万恶的监工终于自食恶果。另一边，阿彻趁乱冲出掩体，他不顾危险穿过矿场，及时救下所罗门的儿子。残余的叛军则被上校全歼。战斗结束之后，上校威胁阿彻交出钻石。所罗门担心上校卸磨杀驴，迟迟不愿说出藏钻地点。阿彻别无他法，只能揪出所罗门的儿子。众人来到埋钻石的空地，所罗门即将挖出粉钻石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。等所罗门挖出钻石，阿彻却发现自己挨了一枪。此时上校的手下赶来，3人赶紧逃向山顶的方向。途中，阿彻一把抢过钻石。原来山顶有一处机场，阿彻早就雇了飞机前来接应。可崎岖难走的山路，再加上严重的枪伤，很快让阿彻精疲力竭。所罗门没有见死不救，而是扛起阿彻继续往上爬。阿彻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，执意让所罗门放下自己。他掏出心心念念的粉钻，笑自己终究逃不过宿命。他包起钻石还给所罗门，还拿给他麦迪的名片。临别之际，阿彻把手枪交给所罗门，让他一路上千万小心。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阿彻拨通麦迪的电话，向他表达了临终前的爱意，嘱咐麦迪帮所罗门找回家人。等到所罗门父子俩安全离开，阿彻才平静地闭上双眼，死在他又爱又恨的非洲大地。电影的最后，麦迪帮所罗门来到伦敦，找到钻石公司的老板交易。为了得到钻石，老板不仅动用非洲的关系，用私人飞机接来所罗门全家，还拿出200万英镑买下钻石。麦迪则趁机拍下证据，将黑钻产业链公诸于世，揭露了本世纪最大的谎言。钻石公司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。这是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，血钻的真相轰动全世界。至今已有4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，抵制战区钻石的流通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，少买1颗战区钻石，还非洲百姓多一份安宁。